网易娱乐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 Rice 烟许佳，欢迎收看娱乐新鲜派，解锁我和你的无限可能。高中生活啊，区别的地方非常多。首先，高中生活经历的就非常少，就算是体验了一下高中生活吧。最大的不同，角色的成绩特别好啊。对，我也不说我，虽然也不差啊，但是就是不是那种学神的那种程度。迷茫期，有迷茫，但是没有青春迷茫期。感觉在学校正儿八经上学的时候还没有到迷茫期，等到快到迷茫期的就已经在学校待的时间特别少了。有啊，少了非常多啊。是最简单的道理，在学校待的时间特别少，很难就是平平常常的干一件事情不被人知道吧。当时在高中的时候，可能去小卖部打球，就也没干什么，就能听到一些人在发出声音，我也不认识是谁。从初中开始就会在班级坐着，就会看到窗外有人划过，假装只是路过呀。最大的缺失，我觉得就是你在学校跟同学相处那么时间那么长嘛，就是可能哪怕是在不在意的一个东西给你的反馈或者人的反馈，都会多少会受到影响。只是你是否有体现出来，是否有给别人分享这个事情，是否有真的影响到你以后的决定。就比如说我选 A 或 B 的时候，别人的评价或者是什么会影响我做的抉择吗？就是对我来说少吧，多少会影响一点，但是不太会影响很多。叫什么假瓜嘛，可以这样讲，就是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被人误会的，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很想就是立马拿我的微博账号跟他回复，不是这样的，给他解释一下，甚至给他看证据，有的没的，就很有意思。大家就觉得没必要，我也觉得没必要。这个东西看到的都是少数，然后呢发出来这个消息的也毕竟是少数，真的对这个有评价的又是少数，那有负面评价又是更少数，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还好吧。只是最想怼回去的时候，就是被误解的时候，很委屈吧，很想说就是告诉你事实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没有坚持吧，坚持这个东西感觉是很痛苦的，就是特别累了，你不想做了，你要坚持一下。但我至今为止没有说不想做什么。所谓坚持下来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是愿意做，所以就不需要什么坚持不坚持。通知书那刻心情没有特别激动，看成绩的时候挺激动的。看成绩的时候刷不出来，怎么刷不出来，我急疯了，特别奇怪。然后呢，此时此刻有一位就是有经验的高考生跟我讲，他是跟着排名发放，成绩越差越靠后。我当时就慌了，我说我天哪，不会吧？然后还有成绩出来还不错，还是过了线非常非常多分的，特别激动，觉得好像也还行。因为一开始我没去细想成绩，过了就过了，没过就没过。因为在我交卷的那一刻，我的成绩就已经定好了，所以就没有必要再去考虑这些有的没的。非常多期待上的课程，期待同学，期待老师，期待学习到的内容，期待接触到新的领域。然后呢，上一部戏林毅导演，因为他是电影学院的大师哥，跟我讲说，可以的话去偷听一下其他系的课，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导演系啊什么，就去偷听一下，看一看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还没买呢，就光看到有什么类似于蚊帐，然后什么挂在床边的那种，但我感觉会特别乱，看乱糟糟的。你听说是大学是澡堂，有看那种什么洗澡的帐篷，挤围一圈。因为我们剧组用就是那种帐篷，我还说，怎么上面有个天花板就可以拉开，然后打开是漏水，原来那是用来进水的，就是大致的看了一眼，好像也没有什么能用的。然后听说如果没有，就是不是上床下桌的话，要买个放在床上的小桌子。有啊，非常有期待。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在群里想问一下，就我们有个新生群，大家有谁会乐器？有人想组乐队吗？嗨，有人想组乐队吗？这里。其实这是我最大的期待，就他们可以一起都想玩乐器，大家就会一起玩。我在一个地方弹的时候就不会嫌我吵，不然剩下5个都是极其讨厌音乐的，或者几个是极其讨厌音乐，那怎么办？那我多尴尬！每天抱在楼下去底下弹吉他，挺惨的。可以的话，最好还是希望能遇到一些就所谓志同道合的室友吧。司职和声，如果大家唱歌真的是烂到不行，那我可能得担任一下主唱。对，因为我唱歌也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然后主音吉他，对，我弹主音。如果大家分不出贝斯手了，可能可以学一学吧。有没有什么开学必备好推荐？我觉得可能就是床上的桌子吧，那种小桌子，之前家里有过。我觉得不咋好用，但是就好歹能让你有个桌子。对，用一句歌词形容一下自己的青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太好笑了。
也不是说真的，当然肯定不回来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这一句，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他确实不回来了。那很多粉丝说你少年老成，我觉得自己心里没有多大。这个性格问题吧，不是说真的有多老，但是我觉得肯定是比这个所谓的年纪要大一点。真的那么大有阅历的我做不到，我才不是那么有长者经验的人，只是可能给人的感受会所谓的沉稳一点，还是依旧挺年轻的。我是觉得我挺幼稚的吧。那你之前经常发视频周记来记录生活，现在记录青春的方法是什么？不记录，我已经没有青春了，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我已经没有，我青春已经逝去了，真的，我感觉没有什么青春可以记录。如果我在上学的什么是青春呢？我也不知道。就感觉已经没有什么剩余的东西是青春的部分了。高中都毕业了，还能有什么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记录什么呢？马上即将上学，我可能就会记录下自己准备开学东西的那种。发朋友圈吗？这算记录吗？对我来说不算记录吧，算分享，不算记录。感觉写日记的人特别好，但我至今没有写过日记，也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可能老了吧，因为我这种事情肯定会忘记。之前组里有一位前辈演员老师跟我讲说，拿照相机或者是视频录下来，那个就是你以后看照片，你会有图像记忆，会能想起很多事情。以后可能多拍拍照吧。那你觉得哪一刻到来意味着青春的结束？你真的感受到了这件事情吗？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感觉到了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就我已经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多年了，这种感觉。具体而言是什么吗？不会，哪有什么具体的事情？就像我说的，那除非真的是天上掉了一块大石头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绕路。下了雨，你还得继续往前走啊，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了。就真的以前小的时候，真的会想14岁，我虽然我很小，但我不可以跟别人一样，就不可以对自己要求低。但是我是那个时候能真实感觉，我确实会比别人小非常多，而且也是算某种意义上算个小孩吧。不管怎么样，年龄摆在那个地方，但现在就都快19了，不能再说自己是一个小孩了。对，你怎么说你是一个成年人了？那听说北京的食堂很好吃，你有去搜过吗？没有，但我听大家的评价是说，再好吃的东西，你连吃2-3个月都会觉得难吃的。哦，然后有特别多电影学院附近或者电影学院师哥跟我讲说什么附近有烤冷面、什么煎饼，什么特别好吃。郭子凡跟我说他们有个烤冷面的群，我不知道具体操作怎么操作，就是他们有个群，就可能在里边，类似于店主在那个群里吧，就跟他们说怎么样可以买烤冷面还是什么煎饼。说那个特别好吃，对，这是我唯一得到2条经验。没有什么一定想去打卡？没有吧？但我挺喜欢吃煎饼的。哦，那你准备怎么布置寝室？摆吉他、摆音箱，如果摆得下的话，不想布置太花哨，干净简单一点吧，不能让别人觉得太膈应，就大家舒服就好。会给自己那边设计一下？不太会，怎么复制风格？我喜欢的装修风格怎么可能放到宿舍里边？贴一点那种东西。啊，那不会墙体都破坏了吗？干净温馨就好，我觉得。觉得和第一次上舞台相比，哪个更紧张？第一次上舞台都不记得了，特别小的时候。那长大第一次上舞台就是节目外，第一次去当时浙江卫视跨年，那是第一次感觉上大舞台。艺考那是因为准备时间比较有限，对自己发挥就感觉没底吧。那一次就是真的是人特别多，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灯牌哗亮的那么多人，没见过。而且是我们是升降台上去的，体验挺不一样的，挺神奇的。心情就是哇，就真的是哇，已经那样。但是在台升上去的那一刻又不紧张了。我在台上基本不会紧张，除非真的是你动作都不记，没时间记住，或者是词都没记好，那其他不太会。哥哥有没有给你发红包？好像没有吧？那可能给我发过就要哭了。之后还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非现代时空的角色，或者是奇奇怪怪科幻的角色，那我觉得挺有意思，不一样。因为本身我也爱看，也是不一样的观影体验吧，就会对这种会被这种设定世界观吸引。荧幕初吻献给一条鱼，是什么样的感受？别慌，那不是我的荧幕初吻，我没在拍戏，那个只是我的人生的失败一课吧，小小的一课，给我上了一课，对，挺悲惨的，就是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卫生安全，对，那不是一个特别干净的行为。那帅气的坏人和笨蛋好人选一个角色，你比较想演绎哪一个？哦，演绎啊，演绎那好选啊，帅气坏人嘛，因为帅气嘛。笨蛋好人情节剧本不错，也蛮愿意尝试。我以为说是让我想当哪一种人，我说那我又不想当笨蛋，又不想当坏人，好纠结哦。帅气这个东西可能有点难度，因为外形条件也就在这儿了，这个东西不是靠剧本就能堆出来的。但是好坏以及智商程度还是可以选择的嘛，还是可以演出来的。那你们当时11个人一起看《Bad Guy》是一种当时心情什么？
我非常庆幸我坐在最后一排最远端，就是感谢他只有3分多钟嘛，很快就过去了。哎呀，公开处刑，还好。有没有过比这更羞耻的事情？更羞耻的事情啊，就是大声公放我童年就是特别早的时候在舞台上表演的东西，以张颜齐为首，各种大家放，然后发我表情包小的时候的照片，这感觉特别公开处刑。就无语啊！我想逃避，对我没有什么别的，就是想逃避，对，已经没有别的想法，就想逃避。新的一岁啊，好好体验每一天吧。像今年的有真实的感觉，就是哇，18岁过得好快，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怎么就要19了？原来前2天才刚成年，特别神奇，更多感受每一天吧。用5个词夸一下大飞。美丽、动人、聪明、机智、听话。用霸道总裁的语气跟他告白。没必要啊，乖乖，难以启齿。告白，我跟你说，你是一个好人吗？这啊，太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让人扮演霸道总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个行为。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个这样的人，不会觉得他特别傻吗？跟他聊会觉得挺俗的。啊，真的啊，天哪，咦。男生的观感不是特别好啊，觉得特奇怪。这，我喜欢你，好像也不是很霸道，就大家可能印象中这什么就标准的什么这么一搭，然后特别我喜欢，我觉得特别诡异。挺好的，那你在想这个演员吗？演一太奇怪，大家都刻板印象，穿个西装这样腿一翘手一搭，我喜欢你，你这种感觉，你看是不是就很奇怪？习惯是好的。我觉得不好，我不会愿意看这一段的回放的。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